夫人有孕，今日便从你们这群庶女中选一人为少爷通房，入国公府替夫人顾宠。女子体态须轻盈，腰腹不超1尺5寸者为佳。好一副天生媚体！少夫人，今后便由她来服侍少爷吧，定然不会让少爷再流连勾栏。当真是个骚货狐狸精，若让你爬了床，少爷怕是要食髓知味，非你不可了。回长姐，奴婢已经签下奴契，绝不会有二心。自小裴姨娘便告诫奴婢，长姐是嫡女，是雍国公府的少夫人，奴婢只是卑贱的庶女，自当事事以长姐为尊，哪怕长姐要奴婢死，奴婢也会马上去死。既是奴籍，往后在国公府便不可再称呼长姐。是，少夫人。只要你不生出旁的心思，待我产下灵儿，便替你赎回奴籍，让你自由。奴婢多谢少夫人。上一世，我便是傻傻听信顾婉如的鬼话，替她顾宠，直到死，才知道这根本就是个谎言。姐姐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生了孩子之后就放我离开的吗？谁是你姐姐？我是嫡，你是庶，你不过就是侯府一个见不了台面的贱婢。世子妃，世子妃，求你了，求你！世子爷，求你救我！郎君，你不过就是我孕期不便时送给世子爷的一个玩意儿，还想着他抬举你呀？世子爷，包出去，溺毙！哎呀，世子爷，世子爷！来，世子爷，你看。为了表示他们夫妻可怜情深，世子亲自教了灭口。顾画，其实你才是真正的侯府嫡女，而今以后，我都会替你享受这一切荣耀。临死时我才知，当初裴姨娘因一己之死，将我和顾婉如的身份偷换。这一世，我定要成为整个国公府最尊贵的女子。姑娘，少夫人善妒，保不齐10月之后便会过河拆桥，届时您是奴籍回不去侯府，少爷又不是良人，可怎么办啊？既然少爷不是良人，那我换一个人家不就得了？什么？雍国公府的夫人出身奴籍，岂不是更有意思？您是要嫁给少夫人的公爹？可国公爷权势滔天，如何接近？等一场东风。主君回来了，主君你小心。主君是否需要为您找一位女子？不用，
这不是，当初你大婚之日出征，先夫人郁郁而终，您就一心培养穆安少，不近女色。可现在少爷都娶妻成家，您身边一只木蚊子都没有，您该为自己考虑一下，那几个提己之人，不然您烈酒入了身，如何谢尽呐？走，是，快走。东风已至，一切将成。顾婉如，你要是知道我这个卑贱的庶女，既然胆大包天，敢勾引你的公爹，脸色一定很精彩。你神！你哪来的登徒子啊？你可知我是顾府千金，敢轻薄我，吃罪得起吗？在这国公府内，看谁敢治爷的嘴！你登徒子！据我所知，这顾府只有一位嫡千金嫁入国公府，就是你。可那位嫡千金和你长得半分不像，说，为何冒充？奴婢知错，奴婢只是误闯此地，一时害怕才想吓唬爷。求爷放奴婢走。胆敢勾引爷，还想走？这男人比少爷的身体强壮了好几倍，早知道就不抹这么多迷情香了。雍国公手握重柄，杀人如麻。若是你知道自己占有过的女人即将被你的儿子染指，你会作何反应？国公爷，我很期待与你重逢的时刻。哪来的登徒子啊？胆大包天的小丫头，周春雨，主君，找出持有另一只耳环的侍女，找到她，带到我的院中。贱皮子昨天去哪儿了？我找了你一晚上。你找死！你敢打我！我是主，你是奴，打你还要挑日子。你就是咱们少夫人用来顾宠的棋子，暖床的下贱玩意儿，也敢在我面前冲主子，你真是找贱婢！少爷，少夫人要是知道银枝姐姐受伤，会打我的。夫人有孕，不能被打扰。这种不懂尊卑的婢女，爷做主发卖了就是。奴婢谢谢少爷。谢谢，可不是嘴上说说的啊。小猫似的，倒是与宛如不同，也不知这床上滋味如何。少夫人害喜严重，又喜食酸梨，此番定能一举得子。看在嫡孙的份上，国公爷定会请封少爷为世子，那将来
你可就是尊贵的世子夫人了。少夫人，奴婢知错，请少夫人责罚。说说错哪儿了？奴婢不应该深夜去捉萤火虫，连累银枝姐姐找我。3月天哪儿来的萤火虫？少夫人，依奴婢看，直接上家办，看他说不说实话。奴婢不忍见少夫人因害喜整日郁郁寡欢，这才擅自做主去捉萤火虫，想哄少夫人开心。奴婢知错。你还真是一只为主人殚精竭虑的好狗。顾画，你媚姿天成，能勾得少爷为你出头，是你的本事。但别以为这样就能改得了你那条贱命。做好你该做的事，明白吗？奴婢谨记。行了，下去收拾吧。等少爷下职回来，你去服侍。是。就算少爷护着你，也只是一时的。等少夫人诞下小公子，你一介奴婢，从哪儿来就给我滚回哪儿去。那我拭目以待。主君，可找到了。全府的侍女除了值夜的，昨晚都待在住处。我带人全部搜查了一遍，没有找到匹配的耳环。全府都找过了。主君啊，全都找了，就连穆安少爷刚纳入府的通房侍女房间，我都悄悄搜了一遍，都没找到啊。唉，看来我和他注定有缘无分。姑娘，少爷下职了。好戏要开场了。夫人劳苦功高，该多吃些。来，尝尝这个。妾身近来都没什么胃口，郎君瞧着，妾身是不是瘦了？瘦了。夫人多吃些。郎君，夫人有孕在身，当注重身子。行了，衙门还有些事务，我去一下。少夫人，奴婢看到少爷往顾画房间去了。顾画，顾画，你这个贱人！谁？哎，是我。少爷。好香。奴婢见过少爷。少爷，鱼儿上钩，雍国公，该你入局了。这家宴仪式，你还需好好做准备。哎，主君，您闻到了吗？什么味道这么香啊？是的。少爷。小猫，别跑啊！少爷，少爷你坏！等爷捉到你，定要好好罚你。小猫，少爷。
他果然就在府中。这锦绣阁乃是少夫人的居所，我原先搜查时并无所获，难道他已是我的人，不管他什么身份，我都要带他走。别跑呀，小猫！少爷，你没事吧？还请少爷责罚。那就罚你，好好伺候爷啊！少爷，住手！国公爷，你是谁？回主君，奴婢名唤金葵。这发簪哪来的？是顾花姑娘送给奴婢的。周成宇，查。回主君，不用查。顾画乃是少夫人娘家的庶妹，也是少爷刚准备纳入府的通房，并未过门。她现在在哪儿？姑娘在少爷房里伺候。住手！为何他的身体会让我这般着迷？又见面了，雍国公。你当徒子，你还敢来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了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在爷的府邸，你想让爷怎么后悔？你是雍国公，少夫人的公爹，奴婢知错，求爷高抬贵手放过奴婢。国公爷，求您高抬贵手放过奴婢，奴婢昨夜只是个意外。满口谎言！你既已被我儿子选为通房，又深夜勾搭爷，还偷走爷的媚衣，你当真以为爷不敢杀你吗？心跳得这么快，雍国公，是你满口谎言。奴婢没有勾引。那你宽衣解带又是为何？玉容膏，你受伤了？奴婢没有。这是我伤了你。你方才宽衣是在涂药。奴婢天生皮肤娇嫩，昨夜爷又将奴婢的衣服撕碎了，又磨得奴婢生疼，所以奴婢这才偷走了爷的命。国公爷，奴婢昨夜只是想替少夫人抓萤火虫，夜黑风高，谁也没有遇到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求爷忘了这件事吧。奴婢是穆安少爷的人，也只会伺候穆安少爷。他碰你了？是我阿尔真的碰了他，以阿尔的性格，发现真相痕迹定会放的，绝不会让他全虚全影的站在这里。无花，爷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要听实话。你哭什么？奴婢不知道爷要听什么实话。奴婢进国公府，本是替少夫人分忧的，却给爷。奴婢不愿少爷、少夫人还有延年为难，求爷杀了我吧。难道是我多心了？
祖爷当真是个意外。放心，爷不会杀你。你已是爷的女人，以后不许再伺候安儿。正好，你还未过门，3日后的家宴，我会让安儿放你离开。记住，这3日不许伺候安儿。可是奴婢本就是少爷的同房，若穆安少爷想要奴婢，罢了，我让人暗中多看顾些吧。行了，你只需记得，别对安儿动歪心思，也别妄想爷给你名分，安分守己便好。奴婢知道，奴婢绝对不会纠缠爷的。明明这是最好的结果，为何看着他乖顺的模样，我的心却烦闷至极？穆君言，男人心软，就是动心的开始。小心点儿。哎，少夫人，那是固话。过来。奴婢见过少夫人。你刚才一直在书房。大胆贱婢，竟敢勾着少爷在书房胡来！奴婢没有，少爷爱中少夫人，一下直便来陪你，奴婢绝对不敢与之争宠，所以只能打扫一下书房，做些贱婢该做的活。谅你也不敢。什么声音？这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丁和婢女，那青天白日的干出这种不堪之事。这贱婢呀，就是上不得台面。嬷嬷，少夫人，听声音，怎么感觉像少爷啊？啊！哎呀，娘！来呀！那少爷是跟谁在房里？奴婢不知。少夫人，小心身子呀！哎呦！少夫人，银枝，怎么是你？不画呢？少爷，奴婢在这儿呢。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回少夫人，您是知道的，奴婢方才一直在书房打扫，不知道银枝姐姐怎么会和少爷在房中做此等龌龊之事。少夫人，奴婢冤枉了，奴婢听从您的命令来盯着顾画，不知怎么就贱婢！我让你盯着顾画，没让你盯到少爷身上。少夫人息怒，当心身子。为了这个贱婢动怒，不值得啊！嬷嬷说的对，一个贱婢罢了，胆敢爬床，给我灌下婢子汤，送到最廉价、最低贱的窑子里去！不要，饶了奴婢吧！是顾画，肯定是顾画害的奴婢。少爷，奴婢的脸要是被打坏了，就不好看了。够了！郎君这是何意呀？银枝你处置便处置了，但顾画的脸被打坏了，还怎么伺候爷？还是说你擅妒成性，根本不想让人伺候爷？啊！少爷息怒，少夫人绝没有这个意思啊，是吧，少夫人？突然不知道怎么了，肚子好痛啊！哎呀，
少夫人这是动了胎气了。这主公若是知道少爷和少夫人因为此事伤及了血脉子嗣，怕是会动怒啊。夫人莫气，这故话你想罚便罚吧，只是别弄坏了脸啊。多谢郎君，只是妾身的孩子还未出生，今日又动了胎气，怕是这几日都不得安宁了。那爷这几日就都陪着夫人。嘿，嬷嬷，拿出来吧。顾画，我先前还真是小看你了。奴婢不知道少夫人是何意。我不管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，赢之已死。少爷虽然怜惜你，但你也要知道，以色示人，安能长久？等他逆了你，你的下场只会比银之更惨。奴婢真的不知，但既惹得少夫人不高兴，那便是奴婢的错，还请少夫人责罚。奴婢多谢少夫人教导。主君到。哎呦！见过公爹。不必多礼，我来是为了家宴一事。家宴？少夫人喜事将至，主君命人摆下席面，一家人闲话家常。多谢公爹。公爹还有什么吩咐？听闻亲家二姑娘入府，她既是你的妹妹，晚上家宴便叫上她一起吧。这回国公爷，奴婢生性胆小，家宴。你手怎么了？谁伤了你？他们。国公爷，这手是奴婢自己伤到的，和少夫人还有嬷嬷无关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大刁民！顾二姑娘是主，你是仆，还敢如此放肆！国公爷，老奴知道错了，老奴知道错了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你快救救我呀！少夫人，公爹，嬷嬷是我的奶娘，此次来国公府也是为了照顾我的身体，还请公爹恕罪。自行领罚便好。如若以后谁再敢欺负顾画，我定不轻饶。公爹这般维护画儿，难道国公爷人善，少夫人是国公爷的儿媳，奴婢又是少夫人的妹妹，国公爷维护的其实是少夫人。他就这般谨小慎微，连接事让自己过得好一点都不会。若真让他回到顾府，怕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。主君，顾二姑娘手还伤着呢。顾画我先带回去治伤，晚上家宴定完璧归赵。顾二姑娘请。我呸！顾画这个贱婢，不过就是因为还没正式过门路，被叫做一声顾二小姐，还真拿自己当主子了。你瞧瞧他那样，刚才那国公爷一说走，这屁颠就跟上去，什么玩意儿？等到今晚家宴，就让顾画正式过门。届时我是正妻，他是连妾都不如的通房，我会永远把他踩在脚下。
国公爷，坐下。怎会如此严重？周传宇，请御医。别去。国公爷，奴婢这伤只是看着严重，其实并不疼的，奴婢自己上点药就好了，不必惊动御医。取药来。是。可有好些？两世为人，第一次有人在乎我疼不疼。父亲，来。父亲，您前半生一直征战沙场，如今这天下太平，也该考虑考虑娶妻之事啊。我听说您……顾画，花儿因是第一次参加这等家宴，不懂规矩，让公爹见笑了。这本是家宴，又没有什么外人，无妨。当在自家辈。奴婢多谢国公爷。正好，父亲你娶妻，我那顾画做通房丫头，也能沾沾喜气。我并无娶妻的打算，此事勿要再提。父亲恕罪。至于那通房一事，顾画，你可愿意成为安儿的通房？花儿对郎君情根深重，自然是愿意的。我问你了吗？奴婢回国公爷，奴婢愿意。罢了，以我的名义备份厚礼，择一个黄道吉日，前往顾府商议此事。公爹，花儿无才无德，能跟在郎君的身边已是福分，哪敢再劳烦周管家？少夫人才高八斗，尤其擅长作诗。昔日在皇后娘娘的赏花宴上作诗3首，惊艳了在场的诸位贵人们，被誉为京都第一才女呢。奴婢与之相比，确实不及。也是，今日这良辰美景，婉柔不妨吟诗作赋一首。来，郎君，妾身小才，岂敢在公爹面前卖弄？哎，无妨，都是一家人。周春雨，为笔墨。公爹恕罪，儿媳确实身子不便。不若就让顾画替儿媳作诗一首吧。你方才不是说他无才又无德吗？国公爷，奴婢虽喜爱作诗，但奈何天资不足，今夜还烦请国公爷指点一二。可以。顾婉如，你窃取我的人生，夺走我的才女，如今我要你一一还回来。今之本出凤凰池，蓬门暗换牡丹姿。竹楼念载成幻宴，谁识寒灯泣血时？贱婢也敢把自己比作凤凰，痴心妄想。这双手写字漂亮，在床上定也妙用无穷。好诗，
好字。顾家果然出才女。公爹谬赞了，顾画不过是学了点皮毛而已。大儿媳产下灵儿，定亲自题诗一首。夫人的诗定是世上最好的。哎呀，你看主君这可怎么办呢？周管家，父亲是遇到什么棘手的事了吗？回少爷，前不久不是下了一场大雨，先夫人的诗作和书稿堆到一个角落里潮湿了。主君命我呀找一个誊抄仕女，说是要求写一首漂亮的簪花小楷。老奴找了许久都未果，今夜见到顾小姐之字。住口！顾二小姐是顾府千金，岂能当下人用？哎呀，主君，你难得在家，顾小姐此举也是替少爷和少夫人尽孝啊！不行，公爹从不近女色，怎会突然对顾画另眼相待？公爹，画儿的身份不太合适，若此事传出去，恐怕有辱父亲名声。顾画如今是自由身，如何不合适？至于文武百官，谁敢说爷的闲话？是脑袋不想要了？父亲，行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定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我自不会让顾二小姐白帮忙。事成之后，我定亲手备份大礼送上。奴婢多谢国公爷，但礼物就不必了。能为少夫人尽孝，奴婢不敢邀功。算儿识相，画儿，能得到公爹赏识是你的福气。事情办好了，裴姨娘也面上有光，知道了吗？奴婢知道。那明日起，顾二小姐就在文汉轩誊抄诗作。是，奴婢领命。夜里她回锦绣阁住，也不算脱离掌控。公爹，今日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就先行告退了。画儿，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走了。顾二小姐，请留步。誊抄一事，还需细说一二。既如此，画儿你便留下吧。国公爷若是没有别的嘱托，奴婢就先告退了。明日一早，奴婢便到书房。不必，不必太早，明日睡足了再来也不迟。奴婢知道了。等等，你为何一口一个奴婢称呼自己，还任由安儿纳你为通房？就算是庶出，你也是顾府的千金，何必妄自菲薄？求国公爷恕罪，求国公爷恕罪。姨娘将奴婢送到少夫人跟前时，便逼着奴婢签下了奴契。就算少爷放奴婢自由，奴婢也无处可去。请国公爷不要再关心奴婢了。奴婢怕自己会生出不该有的痴念。他害慕我的心为什么生出了一丝雀跃？爷知道了，爷以后会注意的。你走吧。
周淳宇，主君，今日少给安儿些银两，免得养坏了性子。是。那顾二小姐呢？主君，您不喜风月，可顾二小姐已经是您的人了，您当真要把她放走啊？顾画她，奴婢怕自己会生出不该有的痴念。她我也不知该怎么办。这世上竟还有主君觉得棘手的事，这顾二小姐是个能人呢。对了，此次前往顾府送往，好好查一下顾画在顾府的情况，重点查一查她亲娘为何如此作践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是。哟，真巧啊！啊，少爷啊，奴婢见过少爷。爷刚要去上职，就见到了你。你说，我们是不是格外有缘分呢？少爷说笑了，奴婢还要为国公爷唐朝诗作，就先告退了。哎，这是给爷准备的吗？画儿的手当真是巧，既写得了诗，也做得了香囊。来，给爷系上，爷保证会时刻带着，你可开心？奴婢开心。来，我正愁怎么把香囊放到顾婉如身边，既然你上赶着，我就却之不恭了。昔日我离京时，这棵树才刚种下，如今已经这么茁壮了。10多年过去了，哎，这就是丞相府的林姑娘吧？林姑娘与主君青梅竹马，听说当年差点就结了亲了，后来也不知发生何事，林姑娘和主君都各自嫁娶。如今10多年过去了，林姑娘夫婿病逝，主君也丧妻多年。此番应是再续良缘。你夫婿病逝，此次回京有何打算？我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，能有何打算？要么青灯古佛了此残生，要么再寻一良人。等爷下职，给你带礼物，啊？唉，主君，顾二姑娘与少爷。这顾二姑娘，生母可是顾侯府的裴姨娘。正是。你熟悉？不熟，但裴姨娘刚进侯府前，便是万香楼花魁，深谙拿捏人心之道，尤其是男人。方才我看着顾二姑娘魅惑人心的手段青出于蓝，若是安儿被她所诱，做出宠妾灭妻之事，届时家宅不宁，安儿的仕途。顾画不是这种人，你看错了。君言，国公府逛得差不多了，你陪我出去走走吧，我还有好多趣事没和你。我还有要事要处理。周淳宇，送客。是。顾画，过来。奴婢见过国公爷。你今日做了什么？见过什么人？你这是做什么？
奴婢方才见了穆安少爷，然后呢？少爷看中了奴婢的一个香囊，命奴婢送给他。他要你就给吗？今日只是一个香囊，若明日他让你伺候他，你也伺候吗？顾画，同样的话也不想说2次。离安儿远些。奴婢亲亲，奴婢只是一个通房，一个玩意儿。若是因奴婢让少爷和国公爷之间产生了隔阂，奴婢就是死10000次都不够。到底在干什么？明知道这些都不是他能决定的，为何要对他生气？究竟是气还是妒忌？是我考虑不周，抱歉。唐朝诗词的这段时间，你就住在文翰轩，我会命人给你打扫一个房间。奴婢多谢国公爷。少夫人，文翰轩的人来了。可是公爹有何吩咐？是顾画的事。文翰轩来人说，国公爷吩咐顾画在腾超诗作期间都住在文翰轩，不回咱锦绣阁。之前家宴的时候，老奴就觉得国公爷对这个顾画很不一般。不会的。且不说郎君要那顾画做通房这件事情，公爹是知情的。单论公爹的身份，就是公主也娶的，怎么可能看得上顾画这种贱婢？少夫人，怕就怕这个顾画会……他敢吗？父子共抢一女，如此丑闻传出，就算他有理，父亲也绝不会容许他这般辱没门楣的人活着。是，不过嬷嬷你说的倒也不无道理，还是得提点他一下，免得出了什么岔子，害我名声受影。终于有了自己的地方了，恭喜姑娘摆脱了少夫人的控制。我们只是暂时搬离锦绣阁，还不能说完全脱离掌管。可是你有国公爷护着呀，整个雍国公府谁敢忤逆国公爷？若非您太过乖顺，不争不抢，国公爷早就公开你们的关系了，又岂会3番2次被少爷和少夫人欺负？傻丫头，国公爷生性冷酷，不留情面，又岂会让我一个外人成为他们父子之间的隔阂？若是我不乖顺些，怕是早就被抓去进猪笼了。可是您看这个房间布置典雅，茶杯用具、床榻首饰皆非凡品，若非国公爷吩咐，下人又岂会妥帖安排？可见国公爷心中是有姑娘您的。你不懂，国公爷身强体健，又常年打仗，不近女色。如今战事平息，他一身精力无处发泄，我只不过是钻了个空子，让他发泄了一下精力罢了。往后的路，我们还需苦心筹谋。姑娘为何这般看清自己在国公爷心中的分量？明明国公爷还许诺会给姑娘自由的。男人的哀愁能维持多久？1年、2年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对了，你知道，对一个女人来说，什么才是万中无一的补品吗？钱和权便是这补品，大补。至于国公爷，他只不过是能让我留在雍国公府的一块垫脚石而已。说什么？主君，您要的东西。顾画呢？顾二姑娘应当在房间。国公爷只是能让我留在雍国公府的垫脚石而已。
你说什么？国公爷，跪下！是。国公爷，只是这样啊？你不是要拿爷当垫脚石吗？那就让爷看看你的本事有多大。看来只听到了这一句。奴婢求国公爷怜惜。够了！顾花，你当真以为也会怕你的眼泪？奴婢出身卑贱，一生命运如无根浮萍，风往哪吹，奴婢便往哪去，从来都身不由己。我只是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。怒气的事，我会想办法。从今以后，不会再有任何人罔顾你的意愿。少夫人怎么在这儿？周管家，我找顾画，不知少夫人找顾二姑娘有何事？画儿做事毛毛躁躁的，我怕她出了差错，便想找她聊一聊。少夫人啊，顾二姑娘心细如发，甚得主君欢喜，少夫人不必忧虑。周管家，可是我想找画儿亲自聊聊。顾二姑娘正在誊抄诗作，主君吩咐任何人不能打扰。若是少夫人一定要见，也可以，但是得主君同意才行。少夫人等上一等。那就劳烦周管家了。顾花，天气渐凉，你体温比常人低一些。这是天然暖玉，好好带着。顾花，我会给你置办一个宅子，只属于你自己。这个承诺，你可以相信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奴婢还有一事，求国公爷应允。奴婢还有一事，求国公爷应允。你说。奴婢会乖乖听话，只求国公爷偶尔能允许奴婢出去转转，这样奴婢便心满意足了。爷不是要囚禁你，是给你一个真正的家。你住进去以后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哪怕是你想嫁人，随你心意便好。穆君言，我不该算计你的。可上一世我死后，顾婉若和穆安却能享用着雍国公府的荣华富贵、骄奢淫逸，我不甘心。时候不早了，我留在这儿有损你清誉，我先走了。你来多久了？主君，我可没有看到您抱顾二姑娘。此事不得说出去。是。对了，主君，文翰轩外少夫人要见顾二姑娘，您看要不要告诉顾二姑娘一声？不必，让她走。是。都过去半个时辰了，周管家怎么就没影了呀？周管家，让少夫人久等了，国公爷太过忙碌，让老奴带个话。顾二姑娘做事利落，甚得他的欢喜，少夫人不必担忧，先回去吧。不是我，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少爷下旨了。走。
这下姑娘可相信国公爷是真心喜欢你了吧？你喜欢一朵花，把它放在书桌上日日观赏，你还会一直喜欢吗？国公爷对我就是这样。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今日丞相府的林姑娘来府中游玩，国公爷亲自相陪。果然是这样。当年父亲迎娶大夫人进门，也是十里红妆。可不久后，裴姨娘的夫婿犯事，裴姨娘受牵连，流落风尘。父亲只因与她有几分情谊，便迎她入府，宠妾灭妻。男人就是这样。上一世，我轻信他人受到的教训已经足够了。姑娘，好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我要赶在林雪庙之前，和国公爷牢牢绑在一起。少爷，请喝茶。郎君，郎君已经许久未碰妾身了，妾身很想你。这夫人有孕在身，还是算了吧。可是大夫说了，满3个月就可以了，如今已有4月，郎君你就不想试试吗？夫人相邀，也有何不可？你觉得也恶心？说清楚，什么意思？郎君误会了，妾身只是突然害喜，控制不住，唯恐误了郎君的眼。郎君不如先回去，等妾身好些了再来服侍你。当真？郎君是妾身的依靠，妾身喜欢郎君还来不及。行了，既然你身子不便，那也自行去万香楼。哼。少夫人，你嬷嬷，快去请大夫，我肚子好痛。是。怎么样了？少夫人可有受了什么刺激，或者吃坏了什么东西？没有。味道算吗？方才郎君靠近我，我忽然闻到一股恶臭，然后就……那便是了。是什么呀，大夫？少夫人这胎本就不稳，靠着药物调理才度过了最危险的3个月，如今受了刺激，怕是要小产。那不行啊，大夫，你快想想办法。还有多久小产？最多不超过半个月。少夫人，这是少爷的第1个孩子，这若是没了，再加上固化那个贱婢，恐怕少爷会将您抛之脑后。既然孩子留不住，那顾花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。可是顾花现在帮国公爷誊抄诗词，怕是没那么好。那如果我小产是因为顾花呢？我腹中可是国公府唯一的嫡子长孙，别说郎君现在还没有得到他，就算是得手了，公爹也绝不会让顾花活着离开国公府。届时没了顾花，少夫人再好好调养身体，孩子定然还会再有的。姑娘，少夫人请姑娘前去锦绣阁吃茶。最近锦绣阁有什么事情发生吗？奴婢听闻前几日少爷去过锦绣阁后，少夫人便叫了大夫，这个节骨眼唤姑娘前去，怕是鸿门宴啊。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。姑娘，顾婉如这胎本就不稳，我又在香囊里放了大量的麝香，顾婉如肯定是怕穆安沉迷万香楼，所以纠缠着要与他圆房。如今怕不是动了胎气要小产了，想要嫁祸给我，借刀杀人。那奴婢这就替姑娘回绝掉。不必，这本就是我设下的局。上一世，顾婉如用我的血做药引，以此帮胎。现在该结束。
见过少夫人。几日未见，你连奴婢都不自称了。回少夫人，是国公爷说，让我不必再自称奴婢。看来公爹很是欣赏你，竟让你尝到了做人的滋味。瞧瞧你这张脸，之前就勾得郎君喜欢，如今更添狐媚。说，你是不是为了勾引郎君，让他指妻灭妻？我没有，少爷是少夫人的夫君，我从未有过争抢之心。从未？那你为何费尽心思讨好公爹？因为主君，二最近没有打扰顾画吧？少爷最近流连万香楼，回来就歇在锦绣阁，并未打扰顾二姑娘。倒是许久未见主君对谁这么上心了。他不一样，这是新情报。主君呐，这是林姑娘亲手做的，您好歹尝尝。扔了。是。主君呐，您是故意接近林姑娘的，好让安插的眼线借机把丞相府买官卖官的情报送出来，但顾二姑娘并不知情啊。老奴是担心下面的人传闲话传到顾二姑娘那里，她伤心难过。主君，要不要知会顾二姑娘一声？不用，顾画不是那种人。这不应当吗？怎么会有女子不吃醋的道理啊？要不就是顾二姑娘不喜欢主君，要不她对主君您呀另有图谋，心里装着别的事，所以就顾不上吃醋了。国公爷，求您救救我家姑娘吧！怎么回事？快起来！顾二姑娘到底怎么了？是少夫人今天一早便唤了姑娘前去，又不让奴婢跟去。方才听闻少夫人把锦绣阁所有的下人都遣散了，只留了姑娘一人。奴婢担心姑娘会有危险。顾二姑娘是少夫人的妹妹，怎会对她如此？你这揣测太荒唐了。在侯府，少夫人每次单独传唤姑娘回来时都带着一身的伤。奴婢竟有这种事儿？去锦绣阁。你就是想通过讨好公爹，让少爷优待于你。别以为我看不穿你这些龌龊的小心思。我真的没有，我替国公爷办事，只是因为我想靠心上人近一点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说我有心上人，所以少夫人不必提防我争宠少爷。心上人？你哪来的心上人？这就不劳少夫人费心了。顾画，你怕不是忘了吧？你的奴籍还在我的手里，若是不替我办事，信不信我把你卖进青楼，让你生不如死？求少夫人放过奴婢，我真的不想被外人欺了，求求你！顾婉如，你干什么？我破相了。顾婉如，你明知我要顾画，还敢伤他，伤死不成？郎君，不是这样的。亲眼看见，还能有假？郎君，妾身今日只是为了想让顾画早点完成宫里的差事，好来伺候郎君。可谁知这贱婢说自己有了心上人，不愿意伺候郎君。妾身气急之下才推了他一把，真的不是有意的。顾画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这些都是顾画亲口告诉我的。郎君若是不信，可以问问其他人。这有其他人吗？该死，早知道留2个人了。少夫人说的都是真的。郎君，他承认了。顾画，你说。少爷英明神武，可我心里却是已经有了旁人，断不能再伺候少爷了。求少爷大发慈悲，就放了我吧。是谁？是哪个家丁小厮敢染指爷的人？不想活了吗？不敢说。行，既然你自甘下贱，爷也不必怜惜你。我现在就要了你！不要！少夫人救我！这样也好，
少郎君得手，免得以后念念不忘。急救你！你是心上人吗？一定要看看是哪个不怕死的敢来救你！放开他！国公爷，混账！看你干的好事，给我滚去祠堂跪着！父亲，国公爷，郎君，公爹他……少夫人，少夫人，好多血！血！少夫人，失手了，孩子也没了。少夫人，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救命呀！少夫人。慢走。外面吵吵嚷嚷的做什么？回主君，少夫人被少爷推了一下，摔在地上，流产了。锦绣阁现在已乱作一团。姑母，本想让安儿性子顽劣，留在身边，好让皇上对我少爷猜忌，可没想到他现在坏到如此地步。永州废患猖獗，让莫安即刻前往永州嫔妃。永州偏远，那些匪徒都是刀口舔血的汉子，少爷如何是他们的对手？主君三思啊！7岁上战场，17岁立下军功，被封为将军，23岁附庸国公。穆君野的儿子，若是连几个毛贼都收拾不了，就不要再回来了。是主君。都多少年没见主君发这么大的火了，少爷这次真是过分了。花儿，你醒了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国公爷，我以为我再也配不上您了。别说傻话，药煎好了，我给你拿过来。顾花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先前国公爷让我随自己的真心行事，我一直在想，我的真心到底是什么？直到刚刚国公爷如天使般出现的那一刻，我终于想清楚了。我喜欢国公爷。你说这些，只是想求我庇护你。我已向陛下表明忠心，此生不娶妻不纳妾。你跟着我，连做通房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若只想寻求庇护，大可不必如此。国公爷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，而我只是一个小女子。我是想求一处庇护不错，但国公爷对我太好了，我控制不了这颗想要靠近你的心。我愿意永远跟着国公爷，哪怕无名无分。顾花，你年轻貌美，而我是一个30多的老男人，我们不合适。就算我们在一起，也会为世俗所不容。不，我只知道人要为自己而活，并非活在他人的眼光当中。况且国公爷很好，是世上最最好的。我只要国公爷。顾花，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，如果你之后反悔了，也一定不会放你离开。我绝不后悔。少夫人，你才刚小产完，当心身子呀！不行，我得去找公爹求情，求他原谅郎君。少夫人放心，老奴已经让人将看管文汉轩的人全都给引走了。老奴办事儿，您放心。走，小心。
居然敢背着我勾引宫爹！我说姑奶奶，你小声点吧。看样子国公爷是愿意的。叔叔您贸然出破，恐惹得国公爷恼怒，不如咱们先回去走场棋。走，慢点儿，慢些。姑娘，您和国公爷刚定情，就被少夫人撞见，说他宣扬出去，您的名声可就毁了。顾婉如不会的，就怕万一。顾婉如刚没了孩子，莫安又被调离了京城，她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侯府。过段日子就是大夫人的生辰，届时我会和她一起回府。那姑娘可得早做打算。对了，大夫人的生辰礼物，你帮我一起参谋一下。是。公爹他是疯了吗？公主贵女都看不上，却偏偏对顾画这个贱婢这么上心。郎君也喜欢他，这顾画就这么好吗？不惜背上父子共抢一女的丑闻也要得到。少夫人，依老奴看，国公爷只是贪恋和顾画苟合的这种禁忌感，并非真的将这个贱婢放在心上。可此事传扬出去，便是将国公府钉在了耻辱柱上，连同我也会被人看不起的。这有何难？过几日便是大夫人的生辰宴，您和顾画一同回到侯府，你让裴夫人找个由头将顾画处置了便是。这样既不脏了您的手，事后等国公爷知道了，那也无可奈何呀。嬷嬷说的对，顾画这个贱婢，妄想攀附公爹飞上枝头，待到生辰宴上，我定要让他高高摔下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今日是夫人的生辰宴，都是自家人，不必拘束。母亲，生辰快乐。这是聚宝阁的镇店之宝，大姑娘真是费心思了。我老了，这等好东西还是留给女儿带吧。母亲，您自小细心教导我，如今我长大了，自当也是孝顺您啊。只要我的女儿开心快乐，为娘的就心满意足了。娘，我才是你真正的女儿啊！大夫人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辰礼物，希望你能喜欢。顾画，你一个庶女，要不是大夫人心善，你怎么能上桌吃饭呢？别在这拿什么廉价的东西，丢人现眼。无妨，有这份心就胜过万千了。这是狐裘，一块完整的狐裘披风，没有一丝杂色，就算是皇室也难有这等品相了吧？还以为二姑娘跟在大姑娘身边是为奴为婢，没想到还有这等好东西。这狐裘看着好生面熟啊，好像是陛下送给雍国公的那件。什么？没错，这就是雍国公那一件。顾画，雍国公的东西怎么会在你的手里？这披风是……贱婢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还敢偷雍国公的东西！我没偷，大夫人，这披风是……难道你要说这披风是公爹送你的不成？是。胡扯！公爹日理万机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值得他护着？就是，你这个小蹄子，满嘴的胡话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住手！成何体统？哎呀，夫人，裴氏教训自己的孩子，你还是别插手了啊！说哪儿来的？我没有偷，我也没有撒谎，这披风就是国公爷送我的。我呸！谁能给你做账？我能。
见过雍国公。国公爷，侯府大夫人待我视如己出，我借花献佛，用你送的披风当做生产礼，望你莫怪罪。若得空可来侯府，我带你逛逛我长大的地方。顾画如今在帮我做事，我送她礼物有何不可？你们在这胡搅蛮缠，意欲何为？怪顾画他没说清楚，全是误会。哎，林姑娘也来了。此前收到顾大姑娘的邀请，今日又恰好碰到了君言，便一起过来。祝大夫人生辰快乐，万福金安。多谢林姑娘。好，来者便是客。雍国公、林姑娘，请上座。顾画，坐我旁边。好，他就是穆君言的白月光。雍国公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顾画额头上的伤口刚好，不能吹风，正好公爹身边的位置可以挡上一挡。哦，呵呵，原来是这样。大夫人，今日来的匆忙，未曾备下贺礼，请多担待。雍国公，你言重了。来，大家敬雍国公一个。来，大家吃饭，请用啊，请用。大姑娘赏你的。这酒里下的烈性药，一旦喝下去就会浑身燥热，当众脱衣。公爹定会恨不得和你撇清干系，你完了。既然你送上门，那这一壶好酒可不能浪费了。怎么了？啊，少夫人平日待我很好，我想敬少夫人一杯。少夫人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我身子实在是不便，就不喝了吧。可少夫人刚刚不是才喝了酒吗？这酒里我放了2倍的盐，哪怕只是嘴唇碰一下都会中药。顾画，你要是真想感谢少夫人，你就应该替她喝了这杯酒，而不是在这胡搅蛮缠。刚刚送酒的丫鬟说，这酒是少夫人给的，我想和少夫人一同分享。父亲总说要我们姐妹和睦，这酒不单单是酒，更代表了我们姐妹之间的情谊。父亲，你说是吧？可我真的不能喝。为什么不能喝啊？难不成这酒真的有什么问题啊？拿给我看看。我喝。婉如，你手抖什么呀？没有，这酒很好，谢谢二妹妹。只是碰了一下嘴唇，应该不会中药。好热，好热。婉如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给我让开！婉如，都不许看！大姑娘中药了，你们都不许看！裴姨娘，你送我一份大礼，我也该回礼才是。婉如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啊，这怎么好端端的就突然中药了呢？啊！他是喝了这个酒才变成这个样子的，难不成这个酒真的有什么问题啊？这酒壶方才是你送上去的？国公爷饶命！你不是侯府的丫鬟，说
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是，是我。可我不是故意害大姑娘的，都是她。要不是你敬大姑娘酒，她也不会这样。你想害的人是顾画。哎呦，国公爷息怒，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啊！顾画，是，都是误会。这酒本应该是我喝下的，姨娘养我这么多年，无论她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应该照做。一派胡言！顾后院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这妾室心思毒辣，顾画当真是他女儿？顾画就是我亲女儿，为了生她，我疼了一天一夜。她就是个催命鬼。裴氏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孩子？王氏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婉如才是我真正的孩子。你宠爱她多年，以后也会保她一生顺遂，我可以安心的去。裴氏息怒啊！有话好好说。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我就是厌恶这个顾画，他的命是我给的，现在就要回来。来人，拖下去，大刑伺候。等等，雍国公，裴氏毕竟是顾画的母亲，直接用刑怕是不妥吧？我以前怎会发现顾后爷如此两面三刀？这裴氏无故对顾画下手你不说，现在在这里当好人，带下去。国公爷，君言，我来扶着顾二姑娘吧。没事吧？国公爷，雍国公，顾画是侯府的姑娘，侯府会护着她的。你们这样不成体统，你还是把手松开吧。侯府算什么东西？顾画是我的人，自有我来护他。君言应当是想说，他会看在顾大姑娘的面子上，照顾好顾二姑娘，只是用词有些不当，容易引人误会。是这样吗？不是，顾婉柔是顾婉柔，而顾画是我的女人。雍国公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顾画可是你儿媳的妹妹，顾画究竟是雍国公强迫你，还是你自愿？你不要怕，侯府会为你做主。大夫人，父亲，我和国公爷是真心相爱。顾画，你还小，不知道流言蜚语的厉害，以后我已上书奏请陛下赐婚，圣旨之下，谁再多嘴，我杀了他！既然寿宴已经喝完，我先带顾画离开了。君言，来人，还不快请大夫！婉如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唯你们是问。是。婉如左肩的胎记怎么没有了？胎记？婉如左肩的胎记怎么没有了？主君，林姑娘已被送回丞相府。圣旨一日没有颁布，顾府的事一日不许传出。是，但是主君，您真的就要顾二姑娘了？万一她……没有万一，也只要她。是老奴僭越了。对了，我从顾府出来的时候，听到王氏说，顾婉柔身上有块胎记不见了，而在同样的位置，顾画身上却有一块。主君是怀疑？此事太多巧合，我怀疑另有隐情，让赤羽查一查，当年给裴氏还有王氏接生的产婆。是，主君。是，
花儿，国公爷，来睡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昨天晚上太累了，回来的路上睡着了，我便把你抱了过来。顾花，你就没什么想问我的吗？国公爷不用解释，我知道你在侯府说的那些赐婚啊、圣旨啊什么的，都是你替我撑腰的玩笑话。顾花，你真是好得很。国公爷，你听好了，不是玩笑，也要娶你为妻。可是国公爷之前不是说此生不会娶妻，也不会纳妾吗？我不忍心你无名无分的跟着我，更不忍心看你受流言蜚语的侵袭。我没关系的。没关系不代表不痛。花儿，我已向皇上禀明，愿意上交所有兵权，换取你从奴籍变为良籍，并为你我二人赐婚。国公爷，有你在身边就够了。顾府顾画生性温良，谦逊恭顺，慢点儿，雍国公倾慕已久，二人两情相悦。朕特赐婚二人，封顾画一品诰命夫人，不日成婚，钦此。君爷有空见我了吗？林姑娘，实在抱歉，赐婚圣旨下达，主君正忙着操办顾二小姐的婚事，没有空见你，请回吧。等等，劳烦您让我进去看看君爷。不行的，不行的，主君要是知道了，小的会没命的。顾大姑娘什么意思？林姑娘，你真可悲，明明你才是公爹的白月光，可如今公爹却要娶顾画这个庶女了，你当真甘心吗？上次生辰宴，果然是你故意邀我过去，让我丢脸。但比起我，顾大姑娘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吧。我听闻林姑娘的兄长执掌兵权，应该认识一些亡命之徒吧？顾画在国公府安然无虞，但出嫁前一天必须要回侯府备嫁。届时若是因为变故身亡，那这喜事可就变成喜丧了。我不懂你什么意思。雍国公赠顾二姑娘明珠千壶，雍国公赠顾二姑娘黄金万两。姑娘，还没送完呢。外面的礼物箱子堆了一大堆，还在往里面抬呢。外面的人都说前任国公夫人也不曾有这般风光，可见国公爷给足了姑娘底气。国公爷确实很贴心。大夫人，您来了。快起来。往后啊，你就是国公府的主母了，不必如此拘束。不管我的身份如何变化，大夫人永远是顾画的长辈。好孩子。来，快戴上。这是本该由你的亲生母亲送你出嫁，若你愿意，可以当我是你半个母亲，明日由我亲自送你上花轿。母亲，你就是我真正的母亲，但现在时机还不够成熟，
我还不能与你相认。多谢大夫人。大夫人，你应该喝补汤了。啊，还等等。大夫人，这汤有毒。您常年饮用补汤调理身子，可这补汤非但没用，还让您身子越来越弱。大夫人，这汤是小厨房专门为您熬的，难道今日有人偷偷潜入下了毒？不，不只是今日。大夫人，如何了？大夫说那些药渣的成分表面看是滋补之药，实则暗藏许多寒凉药材，长期服用这等阴阳相冲的药物，等同于服用慢性毒药。好，下去吧。难怪我这些年身体越来越差，要不是顾华发现不对劲，我恐怕这辈子我都不会知道真相。大夫人，可是二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个？我也很好奇，她为何会知道，甚至她是否知道更多？大夫人，二姑娘明日才从侯府出家，不如今日召她过来问问。罢了，成亲是女子一生最重要的事。待她成亲以后，我再找机会问问吧。是。姑娘，国公府的花轿到了。好。走吧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哼！姑娘。咱们未来的国公夫人可了不得，能让主公提前等着，恐怕皇上也没有这个待遇吧？嘿，主君莫着急，看时间迎亲队伍已经接到人了，很快就会过来的。爷又不是第一次成亲，有什么好着急？是吗，主君？老奴可看你在门口已经徘徊了17圈了，手心全都是汗。嘿嘿，擦一下。嘿嘿，嘿嘿，你说这顾府到这儿有这么远吗？怎么还没来啊？嘿，姑娘家出嫁，娘家人总要多嘱咐一二嘛。时间久一点没关系啊，反正又错不过及时。装模作样，爷之前在顾府亲眼所见，整个顾府除了王氏，根本没人在意顾华。如今不过是看她嫁入国公府，又开始惺惺作态。主君，先喝口茶。来，来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姑娘出事了！什么？姑娘被劫走，奴婢当时被打晕了。侯府现在已经乱成一团了。侯府好歹是官员府邸，能不动声色的劫走人，肯定是内部有奸细啊！传我命令，封禁全城！我绝地3尺要找到顾华！
顾画，这次你必死无疑。少夫人，你说这顾画突然死了，国公爷会不会迁怒到咱们头上？人又不是我找来的，要迁怒也得去找林雪妙啊。到时候公爹心力交瘁，必定会召郎君回京。届时我若是能再次怀孕，怀不上也无妨，反正公爹唯一的孩子就是郎君，错峰世子，迟早的事。那老奴可就提前恭喜世子夫人啦。顾画，这辈子你想高我一头，除非是在牌位上，否则绝无可能。救命！这小妞儿啊，长得真漂亮。死之前，先让我快活快活。外面全是用过功夫的护卫，你不想着怎么脱身，还想这点破事？什么？那娘们不是说帮我们藏好身的吗？给爷搜！是。雍国公的人就在外面，先把这小妞解决了，这之后先避一避风头，再出去。主君，查到了，走。雍国公走了，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就得办了他。不行，血腥味会把人引过来，晚上再说。那就暂时先留你一条小命。老实的。主君，就是他。抓住他时，在他身上发现藏着万两银票。主君饶命！主君饶命！说，谁派进来的？是丞相府的林姑娘，她许诺，她若能嫁给主君的话，定会提拔属下。属下这才鬼迷心窍。主君饶命啊！拖下去，杀无赦！主君饶命啊！主君，林雪庙那边该收网了。主君这么快呀？是，老奴这就吩咐下去。主君，查到的人说，绑匪只有2个人，应该走不远。不对，方才那间屋子没搜。报，快追！顾二小姐受伤了，谁说伤的？我定叫那人千刀万剐！跑啊，接着跑啊！你们别过来！这细胳膊细腿的，给你刀你会用吗？啊！二位好汉，我知道你们无非就是想要图钱，只要你们放了我，我愿意给你们100两黄金。但如果你们要是敢伤我的话，雍国公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是生是死，你们想想清楚。你在干什么？雍国公的人马上追过来，他不死咱俩多完蛋！动手！可是他会给我们钱呀！对，真的。你个蠢货！雍国公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有命拿没命花那种，还不动手！
你以为还会有人来救你吗？去死吧！君爷，救命！去死吧！君爷，救命！回头看，不曾走远，眷恋一人，留恋忘返。多少河沟温暖，你呼喊我呼唤。主君，人已经押入大牢了。花儿，对不起，让你受伤了。我没事，你的手。主君，这附近就有医馆，先去处理一下。不用，拜堂要紧。拜堂的吉时已经过了，还是先给你处理伤口要紧。好了，先去拜堂。只要有你在，就任何时刻都是吉时。走。看看，回来了，这就是新娘子，真好看啊！真是天赐之合，是啊，真是般。我还以为今天这喜酒喝不上了，没想到主君这么厉害，硬生生将人抢了回来。听说皇上还派人一起找，咱们夫人可真是命好啊！可不是嘛！顾花，你还真是命大。你们干什么？丞相府涉嫌买官卖官，圣上已下旨查封林氏，所有人带走。这便是被人珍视的感觉吗？郎君，花儿，你终于愿意嫁给我。我君言，你是我前世今生唯一的夫君，你若不弃，我定不服。哎，郎君，我们还没有喝交杯酒呢。不喝了，上次就是喝酒误事，都没把你看仔细，这次不喝了。少夫人，丞相府满门被抄，不日就要问斩。完了，少夫人莫慌，这顾画好歹是您的亲妹妹，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不，你不知道，顾画还在侯府的时候，裴姨娘就时常虐待她，寒冬腊月让她光着脚在湖面上跳舞，还用银针扎她，逼她签下了奴契，对我马首是瞻。可是如今我们的身份颠倒过来，他一定会报复我的。早就听闻裴姨娘对顾画不好，没想到竟是如此苛待。顾画难不成是他的仇人吗？对了，少夫人，少爷剿匪成功，约莫明日就会回来了。不论顾画再怎么得宠，在国公爷心中，想必是亲生儿子更重要。姑娘，穆安少爷回京了，来的正是时候。郎君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身子可还好？承蒙郎君关心，妾身的身子已经康复了。父亲那边怎么样？消气了吧？没消气也没关系，我来时听说了他娶妻了，这是我精心为继母选的礼物，相信哄好了他，他再吹吹枕边风，肯定就没事了。这种成色的玉佩有价无市，郎君真是费心了。那当然，父亲寡居多年，好不容易娶妻生子，我一定要好好表现表现。对了，怎么不见顾画？
他不会还在给父亲誊抄诗词吧？固化，他今非昔比，誊抄诗词这种事早就不做了。什么情况？他回侯府了？还是跟那个心上人跑了？他……莫安少爷，固化，回心转意了？想好好侍奉爷了？少爷，我已经成婚了，请你自重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郎君，此事说来话长。你现在立刻马上和那野男人断了，好好伺候爷，爷可以抬你做姨娘。你不就是想要个名分吗？爷给你。少爷，往后这些话可不要乱说，否则是要吃苦头的。少夫人，你说是吧？郎君，你快松手，不要中他的计。这国公府除了父亲，谁敢给爷苦头吃？郎君，你快松手！郎君，父亲，儿子犯了什么错？你要这么对我？对继母不敬，该的。什么？郎君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顾花嫁的人是我爹。圣上赐婚，他们昨日就已经成婚了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刚刚为什么不说？我刚刚要说。顾花，你竟敢勾引我父亲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先给爷洗漱更衣，待会儿还要给继母下跪敬茶呢。什么？下跪？不是下跪敬茶吗？跪下吧。母亲，请喝茶。好儿子。过去的事情就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们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就好。花儿，你母亲的话可记住了？记住了，父亲。婆母，请喝茶。你我毕竟是姐妹，你敬的茶我就不喝了，你自己喝吧。这……他说的话不管用吗？儿媳遵命。郎君，我去看看。好。怎么，做贼心虚了？你知道？我不仅知道你在茶水里加了料，我还知道你在大夫人的汤药里下了慢性毒药，还知道……你闭嘴！顾花，原来你之前一直都在装傻，直到你嫁给了公爹才露出你的真面目。哼！我要去告诉公爹你的真面目。你去吧，你去告诉他我的真面目，我就把你的所作所为都说出来。你觉得我们两个谁的下场会更惨啊？怎么不去啊？既然不去，那你以后见到我就夹紧你的狐狸尾巴，否则有你受的。刚才你都听到了吧？
你别说，顾画那样子还挺勾人呢。顾画已经是公爹的人了，先前公爹惩罚你离开京城也是因为顾画，如今她已经嫁给了公爹，往后我们可怎么办呀？她一个女的，还翻天不成？哼！但顾画以前损了我，这事儿没完。夫君，你有什么主意？周管家，这是前线送来的军机图。军机图，送到书房吧。好，等一下啊！书房只有主君和主母能进，主君方才出门办事，这样你交到主母手上。是。军机图事关重大，若是在顾画手里弄丢了，就算父亲是雍国公，也保不住他。在这看什么呢？早些时日，妾身丢了一副耳环，本以为再难遇到了，没成想被夫君放在书桌上，日日观赏。上次我还未醒，你便先走了，我只能凭着这耳环在府中寻你。后来机缘巧合寻到另外一只，便留了下来，偶尔拿出来把玩一下。这耳环虽然光洁，但远不及夫人肌肤如此。郎君，你……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夫人为何来我房间？啊，我来放军机图。郎君不打开看看吗？不看了，我已上交所有兵权，不再统领军务。这军机图属于军中机密，只是暂时存放在我这里。等到皇上找到合适的人选，我便亲手呈上去。那这军机图可一定要好生存放，万不能有事，否则边关的一切部署都将白费，还会死伤无数，生灵涂炭。知道了。上一世，军机图无故泄露，我军也被问责处罚，边关连失3城，死伤无数。这一次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主母，这位就是宫里的周公公。周公公，见过国公夫人。咱家奉旨，特来取军机图。周公公，军机图事关重大，烦请稍等片刻，等国公爷回来了，亲自取出来给你。圣旨都到这儿了，你还是快把军机图拿出来吧。不急，周公公，不如先喝杯茶。咱家不渴。急不急可不是由你说了算，你推三阻四不肯拿出来，难道军机图出了什么岔子？大胆！军机图事关边关部署，乃军中机密，若是有闪失，你就是有10颗脑袋也不够砍。主母，主君已经在回来的路上，要不先拿出来？好。稍等片刻。打开。是。姑娘。出来了。别碰。哼，装什么装？都拿出来了，还不快把军机图给周公公？我要等国公爷回来。不行，皇上旨意
要咱家拿回军机图，顾氏，你不交出军机图，难道是要抗旨吗？我没有，没有你就拿出来。空的，这怎么是空的？这怎么是空的？主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等国公爷回来再说。军机图丢失，证据确凿，你隐瞒不报，罪加一等。我看也不用等父亲回来了，我现在就代父处置了你。来人，将顾画抓起来！不行，我家小姐是国公夫人，没有国公爷的命令，谁也不能动她。贱婢，这儿没有你说话的地方。顾画，你都大难临头了，还敢打我？你疯了吗？现在是非结果还未有定论，我是你的婆母，当然能打你。证据就摆在眼前，还要什么真相？周公公可是有皇上的圣旨，他要抓人，谁敢反抗啊？没错，谁敢阻挠我拿下顾氏，就是抗旨要诛九族的。周公公，军机图是顾画一个人弄丢的，跟我们可没关系啊。等到了皇上面前，还请周公公帮我美言几句。好，穆安少爷和少夫人协助咱家之事，咱家定会如实禀告陛下。顾画，你当初若老老实实跟了我，也不会有今日这种祸事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好儿子，怎么军机图丢了，你好像很开心啊？你胡说八道！等你到天牢，你就老实了。穆安少爷不许和他废话，即刻拿下，带走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带他走。住手！主君回来了，花儿，没事吧？父亲，军机图丢失可是大罪，请父亲秉公执法，拿下顾画。秉公？雍国公，圣旨在此，要么交出军机图，要么拿下顾画，严刑审问，你选一个吧。军机图拿下！哎，你们抓错人了。没错，周夫爵，你窃取宫中情报，勾结敌军安插奸细，今日你假传圣旨，妄图窃取军机图，还对我夫人不敬，桩桩件件，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？带走！不要，不要啊！真没想到，周公公居然是奸细。没事了，花儿。父亲，虽然圣旨是假的，但军机图丢失是真的。若是被皇上知道了，定会怪罪于你。儿子斗胆，请父亲休弃顾画，严刑审问。请公爹休弃顾画。你们放肆！谁说军机图丢了？军机图不一直好好在这儿。郎君，军机图我一直好好存放着。军机图怎么会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军机图怎么还会好好在这儿，是吗？对，既然军机图没有丢失，你却装模作样的耍我们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是你第二次对我夫人不敬。父亲，军机图事关重大，我当然要做两手准备。之前盒子里那个是假的军机图，真正的军机图一直被我好好藏着，谁也不会找的。哎呀，主母竟有如此智慧，和主君当真是天生一对。闭嘴！花儿，以后不许做这么危险的事。不会有下次了，因为今天我就要把企图窃取军机图的人抓出来。你想怎么抓？我在假的军机图上涂了磷粉，磷粉遇酒便会自燃，酒泼在谁的手上，谁的手被灼伤，谁就是内鬼。把手伸出来。
莫安，是你！父亲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想给顾画一个教训，不是要投军机图的。父亲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只想给顾画一个教训，不是要投军机图的。这些都是你跟周公公的往来密信，在你床底下发现的。解释？你还想解释什么？顾画，混账！你私通敌军，窃取军机图，你活该死1000次！通敌叛国，郎君，你不是说拿走军机图只是为了把顾画赶出去吗？你怎么敢骗我？你怎么敢骗我？滚开！父亲，求你给我个机会，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，保证不会了。父亲，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我要是死了，国公府的香火就断了呀！周管家，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，快劝劝父亲，快！不是，你不是。郎君，你方才说什么不是？你不必叫我父亲，你不是我儿子。父亲，我自小在雍国公府长大，怎么可能不是你的亲生儿子啊？少爷，国公爷在和先夫人成婚当晚就出征了，洞房都没完，怎么会有儿子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记得上一世，莫安被册封为国公府世子，他怎么会不是穆君言的亲儿子？花儿，你是我此生唯一的女人，谁若伤害你，我定不饶恕。那我的父母呢？我的父母是谁？他们在哪儿？你的父亲是一名军中亲府，随我出征时不幸战死。你母亲得知消息后，当场难产而亡。不是莫安，你父亲为国征战，而你却做通敌卖国之事，你该死！郎君，不是的，应在这父亲为国捐躯，今日留你一命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来人！不是，将莫安押送宁国塔，此生不得回京。父亲，不要啊，父亲！不！没事。花儿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狠心了？你抚养穆安长大，倾尽心血教导，他却自甘堕落。如今你能留他一命，已然算是全了父子之情。往后他是生是死，全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穆安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，接下来就到你了，顾婉如。花儿，穆安通敌卖国，顾婉如并不知情，如何处置他？夫人可有决断？来人，我要喝水。少夫人，嬷嬷，伺候的人呢？都走了。走？少爷通敌叛国，国公爷已经把他发配到边疆了，咱们锦绣阁上下所有的人都被遣散了。老奴来此，也就是看在昔日的情分上，跟少夫人告个别。肯定又是顾画蛊惑的。我要去找公爹，他要去找公爹。有什么用啊？那国公爷给你的和离书，您现在跟雍国公府那可没一点关系，根本就见不着国公爷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以后你就好好照顾你自己吧啊！老奴也要寻找下家去了啊！嬷嬷。
古花，你休想赢我！你这辈子都休想！哎呀，嬷嬷，哼，您留着也没用。朱墨，侯府来信，希望您能回去一趟。好，知道了。我陪你一起。不必，郎君有公务在身，正好顾婉如也要回侯府，我同她一起回去。放心，我还有这个呢。吃饭吧。好。算算时间，孙婆子应当已经被找到。也是时候为这一切画上句号。郎君，快回去吧。主君，赤羽回来了，去看看。哎，母亲，母亲，您怎么了？父亲，你母亲应该是知道了雍国公府的事情，一时缓不过来。大夫人，顾画，大夫人近来可好？好，我看到了你留给我的信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谢谢你。母亲，您在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婉如，你怎么如此毛手毛脚的？我毛毛躁躁。对，我是没有顾画稳住。没有他舍得下身段，能将雍国公迷得五迷三道。婉如，住口！我凭什么住口？他顾画做得出来，还怕我说吗？母亲，您是不知道，他勾引雍国公便罢了，他还撺掇雍国公将亲生儿子发配到了边疆。顾画，果真是如此吗？父亲，母亲，若非如此，我又怎会被一纸和离书遣送回来？顾家百年书香门第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祸害？住手！此事或许还有别的原因。顾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夫人，这件事情有点复杂。是复杂还是你没脸说呀？母亲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带顾画入国公府是为了给穆安做通房，他自己也是同意了的，却在入国公府后勾引了雍国公，还害死了穆安，让我沦为京城笑柄。他就是个祸害，不光是个祸害，还是个狐狸精。真看不出来，二姑娘是这种人啊。若是留顾画活着，他迟早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。来人，把这个孽女给我拿下，乱棍打死！什么？原来你们打的是这个主意啊！站住！顾渊，顾画是国公夫人，你不问是非曲直就要对她动手，就不怕日后雍国公杀上门来吗？哼！顾画，虽然不知道事情究竟怎么样，但你罪不至死。国公府的护卫还在门口，快走！快走，走吧！
主君，此人便是当年给侯夫人和裴氏接生的孙婆子。孙婆子，拜见雍国公。国公爷不好了！怎么？顾家突然调集了许多护卫，围住主院，主母发射了信号弹，请主君救援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为什么要保护我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看不得你受苦。况且补汤的事，若不是你告诉我，我至今都还蒙在鼓里。我相信你，你是个好孩子。你怎么哭了？你别哭。不知道为何，从你小时候起，只要看到你哭，我心里就很难受。这是因为我们母女连心。你说什么？母女？顾花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当年你产下一女之后便晕了过去，裴氏伙同接生婆将我和顾婉如调换，让顾婉如成了嫡女，而我便成了庶出，被裴姨娘泄愤虐待。胡说八道！啊，对了，当年裴氏一个姨娘之所以能瞒天过海，少不了父亲的帮助，甚至就连顾婉如在母亲的骨汤里下药，也是你指使的。不是这样的，母亲，你不要听他瞎说。母亲，废话干什么？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趁雍国公不知道，先把人杀了，事后再伪造一番。况且顾化他也没有证据，王氏死了，王氏的嫁妆就是我们父女俩的。你得拖延时间，拖到穆君言过来。顾婉如，大夫人可是你娘，你这么做还算是人吗？顾渊，我们夫妻10几载，你为什么要如此待我？呸！要不是看在你们王家嫁妆丰厚，我看都懒得多看你一眼。看你婚后，你一直把持着财库钥匙，防我跟防贼似的，我早就受够你了。还愣着干嘛？动手！顾渊，你杀妻杀女，畜生不如！我畜生不如？谁会知道？谁有证据？谁说没有？你没事吧？你是当年给我接生的那个产婆？大夫人，是老身。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部说出来，若有隐瞒，死！当年老身进侯府是为大夫人接生裴氏，他给了老身银票，让老身提前入他胎洞，与大夫人同一天夜里产下孩子，而后将大夫人的孩子与他的孩子调换。你我的孩子左肩处有一块胎记，是你，我的孩子。母亲，哎，母亲在。孩子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真相，为何这么多年不与母亲相认呢？
父亲他毕竟是一家之主，我怕惹他不开心，他会伤害到母亲。我也没有想到，母亲还会记得我。傻孩子，你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娘怎会不记得？好了，我们出去吧。正好有些账，也该算一算。雍国公，谢谢。岳母大人，不必多礼。母亲，你不是说要把账算清楚吗？母亲，这一切都是父亲指使我的。补汤那件事情，我也是受了蒙蔽，我不知道会伤害你的身体。就算你之前不知道，那长大之后呢？你长大后，你们一家三口不止一次私下见面，谋划母亲的家产，还逼我签下奴契，只等利用完之后就将我沉塘，甚至就连刚才父亲的所作所为你都在默许。这一切都是你在胡说，母亲，你不要听信他的话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顾画，她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她才是侯府唯一的嫡千金。我没有你这样心肠歹毒的女儿。拿下！穆君言，我的侯爵之位是皇上亲封的，没有皇上的圣旨，你无权抓我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顾渊私德卑劣，谋害妻女，德不配位，今褫夺侯爵之位，同其女顾婉如一同流放，永不回京。钦此。顾婉如，上一世你害我惨死，这一世我却要你活着，因为有时候活着比死更痛苦。郎姐，大仇得报的滋味如何？母亲她并不觉得是大仇得报，相反，她苦心经营侯府20年，最后发现是一场谎言，她很伤心。我说的是你。郎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利用我来报仇，恢复你嫡女的身份，如今尘埃落定，你满意吗？我怎么不说话？不需要骗我，我可以不问你是什么原因留在我身边，以后又有什么样的谋划，但顾画，以后不许骗我。郎君，花儿，听说雍国公他真心护着你，但他毕竟比你年长许多，日常相处时记得不要与他起争执，知道吗？母亲放心，我定会和郎君和和美美的过日子。来，这是江南粮仓的令牌，我不能收。傻孩子，快拿着！过去10多年，是母亲亏欠了你，如今
你嫁给了雍国公，什么都不缺。但若是有一天雍国公他变了心，辜负了你，至少你有粮仓在手，可以护你安稳度过余生。这是母亲留给你的底气。母亲这话的意思是要离开？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为侯府操劳，如今我恢复自由身了。我想去看看风景。女儿祝母亲余生顺遂，平安喜乐。乖。岳母走了。母亲打算去游山玩水。我已给皇上递了折子。待到找到适合的人选以后，我就带你离开京城。届时，你想去哪儿，就去哪儿。你说真的？爷一眼记出，驷马难追。上一世，穆君演出者，便再没能回来。这一世，他主动交出兵权，边关大乱时，他便能不用上战场了吧？主君，主君！宫中传来口谕，边关大乱，命你即刻进宫。知道了，我去就回。别去！别去！花儿，别担心，皇上召我入宫，应该只是问问边关的情况而已。不行，你听我说，此次敌军来势汹汹，皇上除了召见你，还会召见朝中其他将军，他们都已年迈，无法应战。你一定不要主动接下，否则你会死在战场上的。你如何得知？我不能说，但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一定要按我说的去做。不行，如果正如你所说，朝中后继无人，我定是要上战场的。别去，就当是为了我，好吗？我不得不去。那你让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朱母，起风了，不然我们进去等主君吧。不，我就在这等着他。郎姐，夫人，你还是要去。夫人，天下信王匹夫有责，我必须去。夫人，花儿，花儿，我虽然不知道你从哪儿知道的，但是我相信你说的话，我也相信我去了战场会死。可你还是接了圣旨，你想让我们的孩子没有父亲吗？我进宫的路上，满脑子都是你说的话，我真的很想不顾一切的留下来，陪着你还有孩子，可是我不能。驻守边关的20万大军需要他们的主帅，可你去了会死的。可他们也会死，他们也有自己的老婆孩子，也有自己的父母亲人等着他们回家，我不能这么自私。
这是合理书，若我真的战死沙场，你可以凭借合理书合理。至于孩子，你愿意生下来，就交给周春雨；如果不愿意，便舍了吧。我已经通知国公府上下，一切资源任你调取。拿着。顾画，母君言，我会一直等你。你要一直不回来，我就一直等你；你要一辈子不回来，我就等你一辈子。这是何物？到了边关再看。有力，有力呀！主母，再加把劲！夫人用力，主母，很用力啊！有力，主母挺住啊！有力呀！用力！用力啊，主母！用力呀，夫人！主母！怎么办呢？半个月前就给主君送了信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这主母如果生产出了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哎呀，测，玉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哎呀，主君终于回来了！哎呀，主君，千万使不得！顾画怎么样了？正在生产，主君您可回来了。哎呀，生了！恭喜国公爷，是个足有8斤的大胖小子呢！恭喜主君，还不快去看看？吓我一跳！堂姐，去娘亲那儿。乖啊！你看他的鼻子，你看，他笑了。夫人，多谢你的锦囊妙计，让我找到军中奸细，打败敌军，大驾归来。那你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走了？这次和敌军签订了条约，20年之内不动刀兵，我就陪着你和孩子，再也不走了。我曾痛恨过命运的不公，但这一刻，我由衷的庆幸他将我之所爱送到我的身边，往昔坎坷终结束，此后余生皆坦途。夫人，让我抱会儿，让我抱会儿。小心点啊，慢点。